太空中的国际空间站在轨道上漂浮，两个俄罗斯的宇航员正在舱外做着常规养护维修。本来一切正常，谁知道地面指挥中心突然就接到了紧急预警通知，说有一颗1级火箭撞上了旧卫星，撞击产生的碎片2分钟后就会撞上空间站，想要躲避撞击必须要提升空间站的高度，但这个时间根本就不够2名宇航员返舱，所以地面紧急通知2人，让他们带好锁扣，就在舱外等待空间站的脉冲移动。此时的奥列格还在机械臂的末端，这个位置没有支撑轴，非常的危险，所以沃林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转移，彼得则对钓竿进行回收操作，尽量的缩短钓竿伸出的长度。这紧赶慢赶，卫星碎片就来到了面前。地面根据计算10秒后就要发射脉冲，可奥列格还没有移动到安全位置，地面指挥赶紧下令让他扣上安全扣，不要再继续移动了。1 фал закрепил, остался 2. Олег, быстро крепи 2 фал. Надо давать импульсы на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. Стрела пошла. Не завидую. Похоже, 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. Делайте. Петя, останови движение крана. Остановил.这一次撞击没有让奥列格昏迷，但却受了很严重的伤。回到舱内，地面通过视频才看到奥列格的右侧撞击很严重。医疗队初步判断，奥列格现在是张力性气胸，必须要做引流。如果不把胸膜腔里的空气抽出来，他很快就会窒息而死。副司长决定立马紧急返航，可医疗组说，奥列格现在呼吸都困难，如果这时候返航地球，100%会死在路上。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立马做简易手术。但在太空做手术，如果死了人，根据规定，地面的几个指挥者全部要判刑。沃林不是不知道所要面临的压力，但为了宇航员的生命安全，他还是同意了远程辅助进行手术。这时奥列格的呼吸已经极其微弱了，地面医疗队迅速通过视频指导，让彼得从右锁骨往下2指宽的位置做了一个标记，接着需要他用手术刀在标记位置开一个1厘米的口子，这样才能把胸膜腔内的空气排出来。虽然上太空前都受过培训，但是真的实操起来根本没那么容易。在漆黑的宇宙中，2个人就是极致的孤立无援。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下，彼得给奥列格划开了口子，根本就顾不上对方的痛感，他要赶紧把扩张器一口气从切口插到底。按照地面的指挥，彼得快速的拔出了穿刺针。随着空中飘出血滴，奥列格终于可以顺畅的呼吸了。但危机根本就没有解除。奥列格是闭合性胸部损伤，主要是右肺受损，现在只是暂时保住了命，想要彻底的医治，必须要进行正常的手术。可他的身体状态根本就无法返航。第二天，胸外科专家带着自己的学生就来到了航天局。专家直言不讳地说，想要返航，起码要等奥列格肋骨长好，这个时间不确定，同时还有引发炎症的风险。如果强行返航的话，后果会非常严重。Можете конкретно сказать, какая вероятность, что космонавт при спуске погибнет? Без операции 100%. Простите, вы кто? Евгения Беляева, тракальный хирург. 叶尼亚解释道，如果奥列格返回地球，会因为压力导致神经源性休克而死亡，如果放任不管，结局也一样。这个局面就非常的棘手，无论是死在空间站还是死在返回的路上，沃林等人都会被判刑，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破局，那就是送医生上太空，在空间站做手术。这都不是科幻，而是玄幻了。这种手术在地球上都是中等难度，主刀医生需要配麻醉师和助手，一般要6个人一起配合完成。而俄罗斯的载人火箭一次性只能上去2个人，不可能全是医生，必须要有一个宇航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上太空，有且只能上一个主刀医生。先不说医生能不能做得了火箭，就算上去了，空间站是没有重力的，手术方式会完全不一样，不可控性非常高。作为总负责人，沃林不太在意是否坐牢，他当晚就找领导签了字，决定送医生去空间站。这个决定相当于赌上了他的后半生。第二天，医院的老师就集合了目前最有经验的几个主刀医生，跟他们说了这件事之后，一行人就被带进了宇航中心。所有人都要进行训练，有的人想上去，身体条件不允许；有的人不想上去，可如果满足宇航条件，那就必须要临危受命。
太空中的舱体、地面都有1:1的模型，里面的空间和构造也跟头顶的空间站一模一样。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，手术台的搭建都是个问题。叶尼亚这次来是帮忙辅助，顺带学习，因为所有人的潜意识都认为最终能上去的医生一定是一位男性，所以其他人开始进行训练的时候，叶尼亚自己在舱内开始思考如何进行手术，患者姿势怎么调整，显示器放在哪，手术台怎么固定，每一个细节他都会考虑得很全面，而这个过程沃林都看在眼里。很快测试完的尼古拉耶夫来找叶尼亚，想看一下手术室的设计是否合理。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手术经验，尼可拉耶夫都是最佳人选。叶尼亚在医院都是在给他打下手。尼可拉耶夫一直都很喜欢叶尼亚，但对方有心结，所以两人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都没有很冲动的迈出那一步。交流中，叶尼亚的铅笔掉进了地台的缝隙中，尼可拉耶夫随手就拿起了挂着的本子，取下上面的铁丝，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勾环。看着尼可拉耶夫轻松地把铅笔勾了出来，叶尼亚还不禁地夸他聪明。紧接着几个人一起上了飞机，随着飞机的向下俯冲，所有人都体验了一把失重的感觉。几轮筛选下来，7位男医生只有2个符合升空条件。沃林在看资料的时候，对面随意提了一句，说叶尼亚全程都有参与，也可以考虑一下他。沃林听后没有说话，紧接着就进行了最后的离心机测试。第一个男医生一开始还能坚持，等到了8剂以上时，他就开始逐渐的昏迷。尼可拉耶夫第二个进行测试，从1剂到8剂，他都表现良好，整个过程没有明显的不适感，甚至还能正常的进行沟通。不过等尼可拉耶夫出舱后，沃林找到了一直在旁边的叶尼亚。躺到离心机后，叶尼亚的表现令人惊讶，健康的身体和坚韧的心性让他的测试超过了大多数男性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叶尼亚想起了曾经车祸的那个瞬间。当时一家3口都在车里，开车的丈夫没有等到救援就离开了人世。回过神来的叶尼亚呼吸依旧均匀，只是这段痛苦的往事让他难以释怀。对此沃林没有发表任何言论，他让手下关停了离心机。现在对他来说，叶尼亚和尼可拉耶夫都具备上天的条件，谁去完成任务，一时间沃林还拿不定主意。晚上航天局接来了奥列格的妻子，看着两人揪心的隔空对话，叶尼亚也不禁的流下了眼泪。要说他比尼可拉耶夫强在哪儿，可能就是他心里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感情的执着和信念。晚上尼可拉耶夫跟叶尼亚聊了一会儿。Как ты думаешь, почему человеку так надо в космос? Может, потому что человек надеется в космосе найт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, на которые он не может найти здесь, на Земле. 听到叶尼亚的对话，沃林也不再犹豫，便摘下了耳机。外面的尼可拉耶夫把叶尼亚忘记的耳环还给了他，这是他当年车祸时佩戴的耳环，也是这么多年对丈夫的情感寄托。等尼可拉耶夫走后，沃林也找了过来。对于这次太空手术计划的人选，沃林已经做好了决定。第二天，叶尼亚就与一名宇航员一起坐车前往了火箭发射塔。叶尼亚并不知道为什么会选自己，他只知道既然选他了，那就没有失败的选项。曾经痛失丈夫的经历一直都是叶尼亚走不出的牢笼，现在他要去挽救的也是另一个妻子的丈夫。这种情感叠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正是沃林做出选择的依据。随着火箭成功点火，叶尼亚和宇航员在剧烈的震动中缓缓升空，整个过程非常顺利，1级发动机、2级发动机都运行良好，所有参数也都正常。舱内的叶尼亚在紧张和激动的情绪中，带着所有人的希望飞出了地球。很快助推器成功的进行了分离，有效载荷整流罩也脱离了主体。随着舱体缓缓打开太阳能板，叶尼亚算是成功的进入了太空。随后在宇航员的操作中，舱体通过运行方向的微调开始进行和空间站的对接。这是人类首次带着非航空航天人员进入太空轨道进行救援任务。无论结果怎么样，当舱体和空间站成功对接的那一刻，人类已经在太空探索中留下了全新的脚印。地面指挥所中的所有人都开心的鼓掌庆祝这激动人心的一刻，头顶的叶尼亚则看着漆黑的深空，领略着宇宙的能量。进入空间站后，叶尼亚漂浮着见到了彼得，这种神奇的移动方式让叶尼亚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妙感。不过这种兴奋的体验还是很短暂。见到奥列格后，看起来他的精神状态很不错，可给他号过脉，叶尼亚便收起了笑容。紧接着他就给奥列格做了检查，随后他就到另一个舱体跟地面取得了联系。奥列格的肺部受伤很严重，必须要尽快做手术。他肋骨上有骨痂在形成，并且还有连夹胸的症状，这可比预料中的情况要严重得多。
所以叶尼亚接下来要面临的手术压力是极大的。回到预计的操作间，叶尼亚饭都顾不上吃，便开始跟2名宇航员一起布置手术的操作台。叶尼亚把图纸交给安东后，就漂浮到了后方，开始给奥列格测量体温。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完后，叶尼亚安抚了一下奥列格，说已经答应了他的妻子一定会活着将他带回地球。可出了舱体，叶尼亚就感受到了身体的不适。初次进入太空，叶尼亚都没有休息就开始准备手术，身体的疲惫感加上心理压力，让他的晕动症加速了反应。安东看到后给了他一板缓解药，接着拉着叶尼亚就转移了位置。手术前必须要进行休息调整，主刀医生的精神状态非常重要，关于这一点叶尼亚再清楚不过。不一会儿，叶尼亚便闭上了双眼，跟着空间站一起享受了短暂的宁静。几个小时后，空间站迎来了新一轮的日出。随着奥列格的一声咳嗽，叶尼亚也从梦中惊醒了过来。他赶紧漂浮到了奥列格的面前，发现他已经进入了昏迷状态。时间紧迫，叶尼亚赶紧去喊另外2名宇航员，他们要马上进行手术。按照原本的计划，两人把奥列格带到了简易的手术台上，先用绳索将身体固定起来，然后用设备夹住手指进行心电图测试。对面的彼得接上设备，开始测量奥列格此时的血压。验证奥列格还有意识后，叶尼亚给他注射了麻醉。没一会儿，奥列格就进入了深度睡眠。接着插上管子，接上球囊面罩后测试了2下，叶尼亚就将其交给了彼得。他需要不停的捏放来保持正常呼吸。最后一步就是关闭右肺阀门，然后将奥列格的身体侧翻，到此才算是完成了所有的术前准备。为了节约时间，叶尼亚直接脱掉衣服，换上了手术服，然后扎好头发，再用固定器将自己固定在了地板上。所有人戴好口罩进行了消毒后，叶尼亚便马不停蹄地开始手术。地面的老师以及指挥中心都屏住呼吸看着整个手术的过程。叶尼亚先在奥列格的侧方开了一个小口，固定好设备，他便把胸腔镜插了进去。通过观察发现奥列格有凝固性血胸，因为血块感染已经诱发了脓胸，胸膜是完全粘连的状态，整体情况非常不容乐观。很快叶尼亚开了第2个口，通过这个口进行了灌洗。此时血氧饱和度是70，发现右肺中下叶有挫裂伤，伴有大量的脓液以及纤维性的粘连，这就导致了整个肺部无法正常扩张，所以必须先进行胸膜纤维板剥脱，然后再进行胸膜切除。在地球上，这种手术是可以直接开胸，然后医生将手伸进去进行粘连清理。可现在叶尼亚是在失重的太空里，他不可能给奥列格开太大的口子，这也就意味着叶尼亚是没有任何操作空间的。听到老师的讲解，沃林等人都说不出话来。好不容易把人送上去，现在说手术无法正常进行，这种充满希望后的绝望更让人难以接受。尤其是还在手术的叶尼亚，不想就这么放弃的他，拿着手术钳想要尝试一下，可尝试了几次，发现粘连成海绵状和碎片状，这种状态的粘连光靠一个手术钳根本清理不干净，能操作的范围太小了。Женя, пойми, от нас уже мало что зависит. Я должна снять фарту и расправить легкое. Если все сложится удачно, он вернется на землю живым. Но не долетит так. Я вижу, как он. А если... Не сложится удачно. Ты в космосе, там нет шанса на повторную операцию. Заканчивай. 叶尼亚不是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，如果手术失败，所有人都得判刑。这个过程尼可拉耶夫都通过直播在观看，他非常理解叶尼亚的心情。曾经她的丈夫在面前离世，叶尼亚无能为力，现在做了万全的准备，还依旧要面临这种束手无策的无力感。这种感觉让叶尼亚极度的痛苦，旧伤未愈，新生又起。就在叶尼亚纠结的时刻，地面的尼可拉耶夫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拿出手机给老师发了一条短信。很快老师就提醒了一下叶尼亚，尼可拉耶夫说让他想一下当时取出铅笔的方法。这一下让叶尼亚有了主意，他赶紧让安东找了一根细铁丝，消完毒后他便捏了一个小钩环。随后他给奥列格开了第3个口，事成失败也就这一次机会了。只见叶尼亚双手同时操作，一边去刮粘连的纤维胸膜，一边用制作的钩环进行卷击。只要把大面积粘连清理掉，肺部就能正常的进行扩张。沃林已经不敢再看直播，他回到了办公室，准备等着最后的结果。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着，在偌大的太空中，空间站就像一粒沙一样渺小的微不足道。而就是在这块狭小的空间里，人类正在进行着一次全新的壮举。彼得一边给叶尼亚擦着汗，一边看着他慢慢的卷起粘连的纤维，所有人都不敢大口的呼吸。
很快第一块纤维被取了出来，这个突破也让纤维达到了剥离状态。叶尼亚赶紧取出了镊子，从开口伸进去，想要一次性将其取出。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，第二次夹住后又试了一次，这一下取出了较大的一块，接着又取出了一块。这两个看起来毫无波澜的操作，就是黎明前的曙光。完成后，叶尼亚镇定地开始进行二次清理，同时让彼得打开了右肺阀门。Еще подуй. Подуй. Сатурация. 89. Отлично. Очень хорошо. Молодец. Теперь зашивай. Антон, готовим дренажную трубку, будем шить. 手术做到这个阶段基本就结束了，大部分的粘连黏膜已经取了出来，只要后面奥列格正常消除炎症，胸腔就可以恢复。这个过程谁也无法干预，只能看奥列格的身体自愈能力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叶尼亚都完成了一次史诗级的壮举，地面的沃林等人也算是暂时松了一口气。手术后的叶尼亚独自来到了一个窗口前，享受着阳光带来的温暖。后面的时间里就是奥列格的自愈康复，这个过程具体要多少天不好说，炎症能否消除也是个未知数。如果复发炎症，那奥列格便没有了生还的可能。只是所有人，尤其是叶尼亚，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，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。就这样，在地球上人们的担忧中，以及空间站上几人的期望中，叶尼亚被安东叫醒了过来。他第一时间去找奥列格，以为奥列格的病情发生了恶化。可当他看到对方时，发现奥列格的状态格外的好。Что-то есть так захотелось. Евг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, перекусить-то можно? 叶尼亚通过检查发现奥列格恢复得非常好，这次的手术很成功。奥列格的肺部已经完全扩张，真空状态稳定，胸腔也没有积液，体温恢复正常，血常规正常，引流管已经拔掉，复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Так что, кажется, мы скоро вернемся домой. Поздравляю,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еевич. 地面上是如释重负的疲惫和欣慰，太空中则是创造奇迹后的一片欢腾。因为返回地球还得几天，几个人为了让叶尼亚好好体验一下太空生活，便带着他玩了起来。在一处特殊的舱体中，叶尼亚终于有时间和心情尽情的去欣赏地球的另一番景色。当然，空间站送给他的礼物还不止这些。趁着跟地面断联的时间，3位宇航员为他准备好了宇航服，紧接着叶尼亚就换上了一身自己最喜欢的裙子。И еще кое-что. Если увидишь яркий свет, это, скорее всего, ангелы. 听了奥列格的话，叶尼亚缓缓地进入了宇航服当中。本身就是天使的他，就这样在宇航员的帮助下走出了空间站。然后在深空的恐惧和紧张中，叶尼亚放开了双手。当他漂浮在这片群星璀璨的银河中时，那道刺眼的天使之光毫不吝啬地覆盖在了叶尼亚的身上。这种充满希望的力量让叶尼亚热泪盈眶。他取出了提前放好的耳钉，将其扔向了远方。在浩渺的宇宙中，大部分空间都是绝望的漆黑，但渺小的人类总能在其中找到那束充满希望的光，而这道光正是来自我们的内心。有拥抱黑暗的勇气，才有拨云见日的能力。真空的环境听不到任何呼唤，但依旧阻挡不了伟大的传递。随着返回舱的成功分离，剧烈的摩擦很快燃起了人类的生命之火。当降落伞打开的那一刻，直升机队和地面装甲车已经到了指定的位置。很快舱体安全落地，里面的叶尼亚两人状态良好。沃林第一时间去看了两人，然后在众人的帮助下将他们接了出来。战斗民族的柔情从来都不需要过多的表达，一切的情感都在无言中浸染着所有人。回到机场后，叶尼亚也基本恢复了行走的能力。搀扶中，沃林将他送上了车，并且告诉他，当初选定人其实是尼可拉耶夫。在离心机测试后，是尼可拉耶夫主动跟沃林推荐叶尼亚去完成任务。尼可拉耶夫一直都爱着叶尼亚，也知道他的心结，
所以在医术能力相同的情况下，他让叶尼亚进入了太空，希望他可以找到心中的答案。晚上回到家，叶尼亚轻轻地来到了女儿的床铺，母亲的坚韧也给了女儿无与伦比的力量。转天，叶尼亚正常回到医院去上班，打开电梯的那一刻，看到了这个一直守护自己的男人，叶尼亚的心里也开始小鹿乱撞，他值得收获这份迟来的美满。而他的母亲一直知道叶尼亚是出差去做手术，没有想到看到新闻后才发现，这个出差是出地球。Скажите, как вы решились отправить в космос хирурга, да еще женщину, делать операцию на МКС в невесомости, где нет притяжения Земли? Знаете, там, где есть русская женщина, там всегда есть притяжение. 这部名为《挑战》的电影并非真实故事改编，但它却是在太空真实拍摄的。女主尤利亚和摄影师在空间站待了12天，开创了人类首次太空真实取景拍摄的先河。这种硬核的拍摄方式，就像它的名字和故事一样，就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挑战。普京大帝更是赞誉此片为全球影业的一大创新突破。当科幻的电影用真实的拍摄进行呈现时，也就意味着科学的幻彩已经走进了现实。挑战推荐观看指数5颗星，调6名9星，点击关注，观影不迷路。